大家好，欢迎回到思维健康，我是杨医师。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跟季节密切相关的健康问题。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们要讲的就是季节性的情绪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季节性的抑郁症这是一种受到日照影响的心理生理疾病，但它不仅仅是一个情绪问题。我们将从结构、生化、能量和灵魂这4个层面来深入的剖析，也结合我们现代科学研究和临床案例来看看我们如何用整合医学的方法治疗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病很普遍，10%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北半球冬季日照比较少的地方。这种情况不仅影响生活质量，更可能导致我们更深层次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从结构方面来讲我们身体的活动以姿势对情绪的影响其实很大。美国心理研究学会发现长期缺乏运动会加重抑郁的症状，因为久坐的姿势影响脊柱神经的调节能力，大脑的皮层和交感神经的连接是非常密切的。姿势不良缺乏运动会削弱我们的神经传导，影响大脑的血清素的释放血清素是调节我们情绪的。那么怎么办呢？那每天大家至少要进行30分钟的户外运动快步走瑜伽力量训练等等。研究发现这种规律的运动能够使情绪改善幅度达到20%以上。当然了，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发现用全光谱灯5000到10000个勒克斯的每天照20到30分钟就可以显著的提升情绪重建我们睡眠的规律这些灯在网上都能买到。筋膜疗法和调节有位40岁的女性，她就是因为长期坐办公室季节性的抑郁症加重，通过结合推拿和简单的体位的调节，3周以后症状就会有明显的改善，疲劳感减轻这我们颈椎的问题和情绪和大脑的功能非常有关系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从化学角度来讲，哈佛医学院研究发现冬季的这种抑郁症的患者，他的血清素活性比正常人要低20%以上，而且这个褪黑素的分泌过多就会导致睡眠过度和精神疲惫。另外，缺乏维生素 D 非常普遍。2021年的一项综合分析发现，缺乏维生素 D 的患者抑郁症的风险要高40%所以营养要补充维生素 D， 每天至少补充2000到4000个国际单位，这对改善大脑和神经的传导功能特别是在寒冷地区非常有效。另外就是欧米伽3的脂肪酸，有一项双盲研究发现每天摄入1000毫克的深海鱼油就可以显著减少抑郁症的症状。在饮食方面大家也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吃色氨酸丰富的坚果、火鸡、香蕉这些都有助于血清素的生成。有一位50岁的男性患者经常上夜班营养师就建议他补充维生素 D 和欧米伽3，像三文鱼等等，那么症状还是有明显的改善。第三我们从能量层面来看，也就是中医的视角中医认为这种季节性的不足跟肾气不足肝气郁结都有关系。哈佛大学和北京有一项研究发现针灸通过调节自律神经和内分泌功能可以显著改善轻中度的抑郁症。治疗角度来讲针灸和穴位按摩都很好，比如说百会内关、足三里通过刺激这些经络穴位调节我们内在的能量场。我们有个35岁的女性冬季抑郁症比较重，伴随着失眠，她每周接受1次针灸6周以后睡眠和情绪的改善都非常明显。从中药角度来讲疏肝解郁，像逍遥散加上茯苓半夏，调节气血的运行安神助眠。那么同时补充肾气，金匮肾气丸等等这些可以改善寒性的体质，提高肾气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大家可以练习气功和太极。美国中医研究院发现每天15分钟的气功就能够显著的提升大家情绪的稳定性
最后呢，我们在灵魂层面讲一讲啊，中医讲啊，肾藏精啊，精啊生智啊。心理学家 Viktor Frankl 的研究发现呢，人类需要从生活中啊，要找到意义和目的啊，缺乏内心的目标的时候啊，就容易陷入一种抑郁的状态。在灵魂层面的空虚呢，也可能与没有解决的内心的压力和创伤呢有关系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呢在这方面呢进行心理方面的治疗，同时呢加强正念冥想练习，帮助自己啊注意当下，释放焦虑的情绪。每天呢10到15分钟的这种打坐正念练习。我们人呢要懂得感恩啊，当你每天写下3件感恩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会提高25%。有一个48岁的女性患者啊，经常感到和大自然脱节啊，她通过每周1次到森林里散步啊，她会重新找到跟环境方面的连接啊，3个月以后呢，情绪会改善很多。所以大家呢多和大自然交流。总而言之，季节性的抑郁症啊，它不是那么简单的情绪问题啊，它是实际上是有多层面的因素啊结合造成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这种整合的思维啊和策略呢，能够帮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如果您有相关的经验、问题和体验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点赞、转发和订阅啊！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整合的医学方面的保健知识。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